大家好，我是 A。那今天我們做了一個續集啊，什麼續集？就是昨天我不是說那個，如果把所有的攻擊型裝備穿在身上，那會有什麼不好的那個結果，或者是那個不好的壞處嘛？那我看到那下面有個留言，就說，如果把一些防禦型的裝備，就是反裝一些裝備啊，穿在身上。那究竟會怎樣？就我覺得挺有趣啊，這個留言。那剛好，那我就遇到一個把反裝或者是防禦型的裝備穿在身上的一個玩家。对，那我相信這個玩家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但也是我所熟悉的一個玩家，就是那個100等的單英雄满眼劍客的專業玩家。對，那我覺得。這個玩家他的滿眼劍客其實真的蠻厲害的，而且他的那個重低，就是那個低後抓人的那個威懾力啊，其實真的蠻厲害，連我那個超松啊也要敬他3分。對，就是這麼說。那我們接下來就會看這個滿眼劍客，就是非常專業的滿眼劍客，如果配合這個全身防禦系反裝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對，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0-0的後半段。那其實啊，防禦性裝備啊，其實相比這個攻擊型裝備，我覺得前者就是防禦型裝備是比較優勝一點的，就是因為啊，基本上通常這樣裝的那些玩家，先不論就是那些裝備怎麼樣，就基本上這樣做的玩家都是对自己的那個。基本功就是那些英雄的那個能力，這基本功啊，非常之有自信。那像這個玩家為例，那他雖然你看到他好像這沒什麼術士、醫術士頭的這些在身上，那他很明顯啊，他全身防禦裝也是因為他的基本功，那個滿眼劍客剛才所說嘛，他的滿眼劍客非常厲害，所以導致啊，他的那個全身防禦裝備是能夠好的保護到他，就是。免得我直接把他一抓，直接秒殺。对，那就加上他的基本功真的非常厲害啊，所以的話，兩者加起來導致他非常之難打。對，那來到這個第2回合，那雖然說難打，但是我們還是有一個攻略或者是策略的。那打這種全身防禦型的玩家，那我們呢，跟那個攻擊型玩家要有一個類似。但是也不是那麼類似的那個看打方法。那打攻擊型就是要不停進攻嘛，把他那個直接抓住就行了。那打這個防禦型的話，其實也是要進攻。那但是我們進攻的目的，這個要弄清楚，那是什麼？我們進攻的目的啊，就是要把他全身的反裝先逼出來。对，那逼完出來之後啊，基本上，那他的那個防禦能力。就會變得非常之薄弱，那就可以達到一個把它抓住，然後把它用盡秒殺這個效果。那但是說起那麼容易，但是因為他的那個基本功，那個英雄的基本功實在是太厲害了，他基本上是很難抓。對，而這邊的話可以，那這邊的話他換了看法之後，我們就已經把他的那個披風變出來。那這邊的話用這些對着撞，那其實為什麼用這些對着撞？是因為啊，我打這個又是了一句，我們打這個比賽的時候是在直播裡面打。那當時有個觀眾說希望看我那個正義隊長撞他之後配這個沙塔泰來把他跪地，所以我剛才就不停地撞，然後我發現正義隊長真的很難撞人。那用那個旋轉那個十字旋風，就是那個冲重低那個撞是比較簡單，那就不要再用這個。冲低啦，那就冲重低旋轉會比較好一點。那剛才就給它收掉。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也是一開始我們前期沒技能的話，我們就也是盡量把它選壓一壓，因為沒技能的話，其實它是算是比較好抓的，但是也是相對而已，因為它的那個戰鬥系統也是有基本功階段跟那個技能階段。那他的基本功階段，他是會把這個頭盔換成這個冷冽頭，就是現在他的那個特別版來的，但是也是個冷冽頭，就是呢可以在空中跳一下的那個頭盔。那個頭盔在下來之後，其實啊，就真的變得非常之難抓，因為大家知道，
我的那個黑毛 combo 它的前置的那個準備是需要把它彈低一下嘛，那他就可以直接用那個頭盔直接跳走啊，所以的話是算是一個小小的康頭。但大家知道這個頭盔已經 nerf 掉了，就以前啊是一半就能開，現在就已經改成這個全滿才能開。OK， 這邊的話不錯，前期基本攻階段把他的血量就狠狠的來一波大削弱，那他就站在那邊可能是放棄了，那直接把他收掉了，來到這個第4回合。OK， 前期也是先把他抓住。那我的超重披風，很多人問，那其實最近是少了，因為可能一些觀眾都已經聽過我說很多次，但是這邊有說一次吧。那我為什麼用這個披風？其實就是增加我超重的那個隨機性。就例如說，我可以在空中那個飛行的幅度更大、更多、更廣，就可以令對手疑惑，或者是那個迷惑對手那個結果啊。那地面上用的話，就可以做到剛剛那個用一下，然後用重低那個抓人的效果。那對我來說是非常之有用啊。OK， 這邊的話可惜，那基本上讓他那個盲劍抓到一次，那我的血量就會被他削很多，因為不知道為什麼。盲劍它的那個普攻就是那個基礎能力啊，那個攻擊真的非常之高。OK， 那就盡量不會讓他抓到，因為啊，他抓我們一次啊，就等於我們需要抓他2次才可以把那個血量打那個平手。那所以的話，他是有優勢多一點的，用那個抓人作為單位的話 ，OK， 這邊小一點啊，防禦，因為他重低，哎呦，可惜。那有時候你看我的那個防禦姿態為什麼那麼奇怪？其實啊，很大程度，如果你覺得我的防禦那個姿態有一點奇怪的話，我很大時候都是在防禦他那個重低，因為大家知道他的重低真的非常容易抓人。OK， 這邊呢可以，那用那個無敵時間把他那個重低抵下。哎呦，在這邊很痛啊，因為我這個一周是沒加疊上了。OK， 這邊的跳走。OK， 這邊重低偏了，那就可以嘗試打他。但是你也發现一點就是。他重低打完之後，如果我沒有及時把他抓住的話，那就他的重低是很快可以存起來，然後我們就陷入現在這個狀況，就是他的重低是他的立國之本，就是他怎麼贏這個比賽，就是他的重低。那可以啊，那來到這個第5回合也是最後1回合，那比較幸運的是，這個 Lord Saga Origin 就是那個印尼服啊，沒有出偶像那個盲劍，就是。大家知道那些偶像系列的一些角色，雖然是用一些已出的一些英雄來作為那個藍本啊，但是他每隻英雄都有一個特殊效果。那我覺得當中啊，除了那個 FC 把那個風技之外，另一個最強的我覺得就是那個盲劍了，因為它有這個火焰灼燒的一個效果。那大家知道火焰灼燒如果給這個盲劍的話，那它就可以有更多機會利用這個。重低來輸出，因為大家知道盲劍是可以打地板的，對，那這個呢可以啊，那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這個版本這個 Lord Saga Origin 印尼服是沒有火焰效果的盲劍，那就可以。那這樣的話，想一點啊，他很明顯是在提防我的那個妖術頭盔，那剛才他直接離開。那也算是可以吧，就是有一種在他心中種下的那個妖術頭盔的恐懼感呢，那是不錯的，對我們來說。OK， 這邊的話丟下去吧。哎呦，這邊他擠了，哎呦，不錯，SD 擋 SD。那這邊的話他用了一招，那我們就可以繼續一點。那就噴裝是沒用，因為它是提爾盔甲，可以防止噴裝。那我們的還有頭盔跟那個盔甲。那我們可以嘗試一下用盔甲把它抓住，因為我們已經把它的那個 SD 盔甲、SD 跟披風已經逼出來了，那我們就可以啊。哎呦，那但是這邊其實我要我老實說了，我是陷入這個劣勢啊。那我們就先把它重地先防禦下來。OK， 這邊的話先騙了，那打到，那可以直接嘗試一下。哎呦，可以，這邊其實他是急了，如果他打得穩一點的話，我是非常之危險。那這邊的話，哎呦，可惜。那這邊的話，我掉下去，他也掉下去，那兩邊的血量應該差不多。那我們還有頭盔，我們就打穩定一點，用重低測試一下對面的那個距離，試一下抓他。哎，可以抓到。那這邊他應該是死了，這樣的話。